对了，你们喜欢吃什么月饼的味道啊？现在的月饼的种类这么多，留言告诉我，让我知道一下，告诉我为什么喜欢吃。我觉得这个传统是真的好吃。Hello， 欢迎回来我们的故事，我是 AW。小时候啊，一直以为中秋节是我们非常独有的一个日子。每到这一天呢，一家人就会团在一起，赏赏月亮，喝茶，吃口月饼，尤其咸香有口感的 Five Human Moon Cake。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啊，我们邻近的国家还有地区呢，其实原来他们也会过这个中秋节哦。然而他们对于中秋节的理解就不一样了啊，每个国家会有不同的活动，不同的文化。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有什么不一样吧。嘿，我们放眼看看旁边的越南的中秋节啊，也是在农历8月15，也一样吃月饼。不过越南过中秋节呢，它的风俗习惯呢是以孩子为中心和俚语为贵。因为8月15日当天呢，是稻子成熟收割的时候，各家各户呢都会自天拜地，家里的人呢都会跑去田里面忙于耕种，忙于收割，没有太多的时间陪小孩到处溜达。于是呢，就利用中秋节啊这个庆祝丰收的一天啊，多一点给孩子一些补偿，送上5颜6色的花灯、玩具。中秋节呢，就成为在越南孩子最快乐的一个节日，全家会围着坐在阳台上面、院子里面，或许举家沿着马路一边走一边唱，进行了烛光的游园。因为他们觉得啊，灯笼里面的光代表希望，缘由呢就代表成功。所以呢，非常喜欢鲤鱼作为象征平安丰收的一个代表。他们会提着鲤鱼灯出来玩，像一个寓意礼乐龙门的意思。中国有一个美女嫦娥，还有一个巨汉吴刚。那越南的代表是谁啊？我外公也跟我说过呀，在越南那边的家传户晓的一个故事呢，就是阿贵，奔月的阿贵。我说阿贵他伐树吗？我本来在猜呀，就是应该是跟吴刚相同的故事啦，就一个变形的故事。我外公就跟我说，没，他是种树，他不是伐树。这个阿贵啊，不像吴刚一样伐桂，不是桂。吴刚难道是伐桂？伐他？为什么改的那个发音怎么那么像啊？他们两个。传说越南阿贵有天去森林里面砍柴，因为有缘啊，他遇到了一棵神奇的葡萄树，并挖回家里种植，利用神奇的菩提树呢治疗病人啊。有人告诉这个阿贵啊，这是传说中的菩提树呀，一定要用非常干净的水来照理。如果他碰到了丁点的脏水啊，树就会被收回天庭，不能再留在人间了。得到神奇的葡萄树啊，阿贵就利用这棵树啦去行医，就活了不少当地人。但是某天阿贵的小狗呢就特别不懂事，它就在那个菩提树上面撒尿，然后这棵树呢就拔根而起，直接飞上去，飞回月亮。阿贵看到马上跑过去，然后就连根拔起，飞去了月球。然后当地呢一般的故事都是这样来的呀，就特别想念这个到处救人的阿贵，所以呢，每到月圆之夜呢，就会纪念这个阿贵救人的故事。在日本啊，很多的传统节日啊，已经跟了太阳的历法去走，唯独这个中秋节呢，他们还是定在农历8月15进行的。因为我们的中秋节呢，在日本他们称作为15夜，指的就是当天的晚上
月亮特别圆、特别黑。他们的中秋节文化起源呢，来自于我们唐朝的时期。在盛唐的时期，日本呢为了学习中国的文化呢，先后派出很多的使团，然后呢通过他们在那边的学习然后朝贡交易贸易然后呢他们回来的时候就把这个文化呢带回去日本，与当地的信仰结合发展，到了今天他们的样子。在平安时期刚传回日本的时候就在贵族们那边呢就广泛的流传他们喜欢在当天晚上就会坐着小船出去湖泊，边赏月亮边喝酒，看看月亮。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风雅的一个活动。然后他们呢不光只是喜欢挂在天上的月亮，还非常喜爱看湖泊上面的一个倒影。而那边的诗人呢也喜欢对着月亮呢就创作。当地有一本书非常有名，叫《白人一首》，就有月亮为题材的占了其中的11首。普通百姓呢，就从后江户时代也加入了这个15夜的庆祝活动之内。在8月15当天他们的15夜呢，日本的习俗不仅仅是赏月亮还有感谢丰收。贡献一些看起来像月亮的贡品和农作物作为一个感恩。介绍一下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贡品。不得不提这个月见团子，很多以米文化为基础的根基活动而年糕呢和团子呢作为一个隆重登场的嘉宾在8月15这个晚上百姓们就会习惯将月见团子呢摆成金字塔的一个形状，作为一个贡品向月亮表达对于农作物丰收的感恩与感谢之情并祈求来年也能大丰收。在这里圆圆的团子寓意呢满满的一个月亮。有一些地区就祈求一年的丰收，一年呢有12个月呢就会准备12颗，闰年的时候呢就准备13颗。遥想平安时代，高官束缚的阴阳师就坐在摇晃的小船那里，品尝着一杯小酒，念出一行非常有诗意的一行诗。日本的贵族们赏月就是这个样子。需要3件宝，除了月见团子，还需要几只芒草，还要摆放一只小兔子。芒草白色的尾巴呢，像稻草一样，非常的优雅。传说中芒草有驱魔的功效，所以呢，在中秋节的时候供奉芒草，算是日本颇有特色的一个习惯。比起贵族们追求的美，日本的百姓加上他们的非凡想象力、创造力，完成了对美食的追求。所以他们在赏月的时候不仅是吃月饼糯米呢做成了一个米团，然后配上江米，白白圆圆的，像天上的月亮一样。再契合了15夜，所以百姓们常常在这一天就在家里面供奉了15个又白又圆的一个小团子，作为在中秋节的一个纪念。跟中国一样日本呢也有玉兔的一个传说，在各种小点心上面呢会看到玉兔的身影。日本的各大神社呢都会举行赏月晚会的，他们叫做祭月。晚会表演的传统除了歌舞还有舞女会在那个神楼上面呢表演嫦娥奔月。但是呢，他们的嫦娥不是叫嫦娥，叫做辉夜，还会放很多烟火，多的灯笼，非常的热闹。因此当晚的日本各个神社里面也是最热闹的一个日子许多人都会去神社里面参加这个祭月活动，观看歌舞的表演、猜灯谜的活动。当然小不免有一个叫做偷东西的活动，在当地也非常独特。当天晚上小孩子呢会跑去各个家的祭月贡品里面就会拿掉他们的贡品比方说有15颗月见团子呢，他们拿走2个。被发现偷东西呢，不会生气的，因为被偷走是一个有意头的，反而会丰收。然后呢，偷吃到贡品的小孩呢，还会被称作为月亮派来的使者。当然小不了韩国，韩国这个中秋节过得特别有意思。他们的中秋节呢叫做秋夕节。读音呢就跟收割还有收获相同。韩国有一句话叫做不需多不需小，
只愿中秋刚刚好。它的意思呢，就是说是一个最宜人的一个季节，最宜人的一个季节，最宜人的一个季节，最宜人的一个季节。希望呢，世世代代呢，像丰收的中秋节一样，不愁穿的，不愁吃的。韩国呢，一年有2大节日，第一个1月1号新年春节，第二个呢就是8月15号秋夕节。秋夕节啊，是韩国当地人呢最重要的一个节日了，它比春节呢就更重视当地的具有代表性的食物啊，叫做琼品。琼品呢，做回年糕的一种啊，它糅合了熟成的一个面团啊，里面放入了大大小小不同的芝麻、黄豆呀、红豆、绿子等等的一个馅料，然后把它包好之后呢，就放去蒸熟。蒸熟的时候啊，上面铺满了一个琼叶，所以呢，琼饼的最大的特征呢，散发出非常香的一个松叶那个香味。一般在中秋节的前夕啊，全家就会聚在一起制作这个琼饼啊。这个琼饼的环节啊，就是一家大小一起在做。传说啊，谁把这个琼饼呢做得最漂亮，就能呢碰到好的另一半，或许呢生下漂亮而聪明的孩子。遥望明月共此时，欢度佳节同相知。农历8月15啊，是传统的中国节日。当然了，在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还有坦桑尼亚等等的地方呢，也有他们的中秋节特色。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啊，中秋节在东南亚的国家呀，尤其是生活在当地的华人，他们对于这个传统的日子啊，依然的非常的重视。同为中秋节，各国的文化不一样，糅合了各国的文化与习惯，形成了这个有趣而多变的中秋节。中秋节呢，不仅是代表一个传统的节日，更多的是对于生活的无限热情，对于未来美好的憧憬。其中的含义呢，一直没有变，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不同有趣的传统活动，让小孩、让家人、让大家在忙碌的时代，能够有一天能够喘口气，能够陪伴着家人一同享受这个美好的月光，还有清凉的夏天。夏天的尾巴，秋天的来临。像我呢，我还是喜欢传统的，吃上一口月饼，喝一口热茶，以月饼之缘来象征人之团圆。月饼寄托着对于故乡的思念，思念在远方的亲友、远方的朋友，无论在何地看到这个视频的，我们都非常有缘。我借这个月饼，祝大家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今年的中秋节啊，思念谁？我想啊，你已经心里面有一个数。我们的心里话告诉他知道吧。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多多支持与鼓励，我会更加的努力做得更好。世界那么大，我们下次再一起看看。